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吴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应山，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友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文明。大家晚安。好，那已经回了中国大陆了。那整个余波荡漾到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也会有媒体做一些的民调，到底国人认为这所谓的遣返到底会是一个大家能不能接受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看到，对中国大陆那个地方来讲的话，国台办发表一些声明，当然你永远不会忘记，胡锡进还记得吧？对，当然他也发表一些相关的一些声明。可是有很多人，你在网络上大家会看到，雅雅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解放军的一些的身份啦，或是他为什么落地到福州的时候，然后旁边会有相关的一些人，包括他在网络上面他发表了很多的一些影片，有很多人现在回头再去看，除了他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辛辣以外，更重要一点是。他对于军事方面的尝试非常非常充足。当然有人就讲，难道女子不能对军事有兴趣吗？当然可以，好不好？只是在这过程当中，包括他主张的一些武斗，全部都摆在一起，总是让人觉得这很单纯吗？不过一开始先让很快观众朋友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影片里面的相关言论。来，美国国会20号兵推模拟台海战争，结果显示两岸一旦开战，由于解放军封锁台湾，就问你民进党要拿什么东西撑1个月？1个月后呢？撑到你美爹来帮你吗？还是撑到自己变成焦土？离开家太久了，好言相劝不回来，非得拿黄金条子抽到你身上吗？最后还是要乖乖的哭着回家，何必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书，台湾不是国家，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其他的理由了呀。我是湖南人，生活在台湾，我爱大陆也爱台湾，我主张和平统一。台独分子闹得最凶的时候就是台湾的回归之日。黄岩岛呢，已经给台湾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咱妈这么多年来对待台湾的这个态度就是凭咱妈的这个实力，收拾他不就分分钟的事情吗？打孩子嘛，总要找到合适的理由，要让全世界，包括孩子本人都觉得这孩子该打。一闪是，美国刚讲到20号兵推，是，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想20号兵推20号哪个20号不知道了？总是会有兵推，常常兵推了，但是实际日期不知道。我就知道，因为兵推，对，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讨论到，对，经常讨论。对，你说各国的一些的兵推，对于两岸之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到底会怎么样？但显然应该这样说了。好了，我也只能说，她是对军事非常有兴趣的女子。雅雅事件你越看越觉得不是单纯的网红的统战言论嘛。一般网红统战言论说我是中国人，那解放军赶快来台，这也是武统言论解放军来台就是武统言论，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你看雅雅的言论，很多叫做内容农场，非常精确的言辞，非常精确的时间跟地点，它包含对于军事的精准的言论，都觉得说，这不是一般的所谓的网红可以讲出来的话嘛，表示有人提供给他非常精确的谈餐嘛，这才是我们觉得质疑的地方。另外来讲说，不只是他在网络上面的言论是有背后是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已，包含他在所谓的驱除出境这件事情上面，他有律师在跟移民署做法律上面的攻防，还有离开那一天统派的团体，一般来讲这些统派团体说真已经消失很久了，突然之间帮他在街上开了一场记者会嘛，而到了机场之后又有8名黑衣人士，直接就把他带走了，带走还蛮礼遇的，还帮他拖这个行李箱嘛，表示这过程里面包含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只我们看不见的手在进行所有的统战的一个规划嘛？这些统战的手法包含最近还在继续进行，有学者开始说武统是所谓的跟国民党唱和嘛，说武统是言论自由这件事情，有74个学者进来也就参加这个联署的工作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隔天之后就是今天昨天国台办又举报了台独名单，从这份台独名单就可以看到雅雅事件就是一连串的统战的事件了。为什么这么讲呢？雅雅事件这个台独统战名单，说真的啦，这个只要入围就是一种肯定但是我已经宣布说我要入围很久了，都没有人入围这些入围每次台独入围名单一公布，都是一个徽章这些人根本不怕说你国台办宣布他们叫做台独人士，因为一般来讲台湾有言论自由，他们有他们的
主张，你国台办越这么做，就是把他们添勋章而已，变成英雄而已。但是这次非常的奇怪，除了民进党的相关人士，刘世芳当然是雅雅事件，那沈伯洋、吴思瑶，当然沈伯洋最近在大罢免还有黑熊学院的相关的一些议题会被所谓的国台办锁定嘛，吴思瑶、黄捷应该是立法院的一些相关的情势。但是这个曹兴诚下面这些人啊，巴炯啊、闽南郎啊，跟史淑华，应该是这一次的大罢免的事件，所以被列举成为所谓的台独打手名单。问题来了，竟然有3个检察官啊！非常奇怪，而且这个检察官不说不知道，大家去 Google 一下才知道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林俊彦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柯文哲的事件。但是林达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林达只不过这几天写了3天写了2篇文章，说言论自由是有它的限制的，而他有他的言论自由啊，所以他说言论自由有它的限制，他以他检察官的一个方式，法学的背景去写文章，结果也被列入台独名单，这当然是帮雅雅说话嘛。另外就是林俊彦了，奇怪了，柯文哲案明明就是贪污，就是腐化，就是图利，这些问题跟所谓的统战有什么关系？跟台独有什么关系？林俊彦你也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表过什么样的台独言论啊？所以林俊彦跟林俊廷这2个人为什么被列入名单？大家就在讨论啊，为什么呢？结果他的理由是跟随意羁押。推动跟中国和平统一的相关的一个进程。所以没有搞错，我以为是林俊宪。没错，他的理由就是林俊宪委员自己都说是不是他被搞错了？对，所以没有，他真的是因为他羁押了柯文哲。是因为羁押柯文哲，而是随意羁押了跟对岸和平统一有功之人士。用这样的理由去把林俊彦跟林俊廷列为台独打手就只不过这是间接的证明了一件事你国台办认证柯文哲是对于两岸和平推动有功人士嘛，所以林俊彦你随意羁押就迫害了两岸的和平嘛。问题来了，你在如果柯文哲是对于两岸和平推动有功，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嘛？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说，前阵子有一个张显耀反渗透法的时候，他透过李文忠赖给柯文哲说要达成郭柯和，而里面的内容里面还提到郭台铭曾经在金门的和平宣言，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郭柯和的事件表示国台办认证你柯文哲是对于两岸和平推动有功人士嘛？所以你林俊彦把他羁押，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事，就是台独的打手嘛。所以用这样的认定，但是这样的认定会变成一件事情，你把长臂管辖，破坏了台湾司法的独立性嘛。所以民众党第一个时间最害怕，因为接下来4月1号又要开始做羁押庭了，他怕说因为中共你去肯定柯文哲的事情变成是司法上面台湾要行使他的司法独立性，变成是柯文哲的法院，大家变成是林俊彦是英雄嘛，林俊彦是英雄，所以检察官的所有的认定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的标准。所以今天民众党也出来澄清说中共干预了台湾的司法的独立性，但是我要跟民众党讲说，除了中共所谓的介入了台湾的司法独立性之外，民众党你自己也常常介入台湾的司法独立性三不五时就说台湾司法不公所以这样子的言行都是不是配合中共来做对于台湾司法独立性的一个打压？这些东西都是民众党未来要去说明的。OK， 我刚忘了问一个人议长。是你在美国待过，对，你还是我们那时候驻美的时候的一个代表，你知道20号兵队？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应该是这样说。我看了雅雅言论，对不对？我觉得他其实下面应该写军事评论员的，还蛮清楚的，对，比我们自己都清楚。而且你要看雅雅军事评论以外，说实话，他女儿讲起四川舰，对，伟航不输你吧？这个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节目上要讲大概3到5分钟最后的国际啦、军事新闻我们要看的东西非常多。多了之后，你还要记起来，要在画面中流利的讲，有的这边还要附一份小抄。好，可是当我们看到雅雅本人，她可以非常流畅，你可以去注意
他虽然抖音这种东西是可以剪的，但是他几乎没有剪哦，他一气呵成，就这样讲完了，非常熟。重点是他家的小朋友可以讲到有非常有自信，但是小学1年级的那种年纪而已，6岁，这个就必须说哈，真的是天赋异禀了，就是他能够把小孩子训练的这么厉害。难道他家里一天到晚都是在看这相关的资讯吗？或者就是有一个脚本，去让他照着应该有的格局去走？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谈呢，像那个宇轩啊，张宇轩啊，他有说他把他几百部片都看完，我没有看那么多，但我有在看。我的感觉其实跟张宇轩很像，就是他知道的东西非常多，已经接近像我们专门去评论两岸国际啊、国际军事冲突的人差不多了。虽然还不到真正的军事专家，会记很多的小数据，但是中共版本的宣传品，他保证是看得很足的。那我们就要去问哈，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闲情逸致，在做家庭主妇之余，还会持续的去关注这些东西，写成稿子，背下来，知道这一个时间点要去丢这个，因为它会有即时性。所以整体来讲，看起来就是他很显然就是你要说以此为业，至少就这个角度来说。他可以靠这一套去博得他在墙内的生存权。他可以靠这一套去博得他在墙内的生存权，因为完全是按照主旋律嘛，绝对不会讲错话，完全是照他的稿子。好，这就是比较让人家所谓细思极恐的部分。他现在人回去了，还没有出来。我们先不管他回去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能不能再出来，或者能不能再露面。至少胡锡进有帮他讲话，至少他在墙内还有一些肯定的声音。虽然他有讲到深渊啊什么的，现在中国可能就要把深渊这个词给 ban 掉了哈，但是感觉起来有一股力量在护着他。那重点就是在于说，后续。他如果再抛类似东西出来啊，比如说他在中国，他还是可以去拍片嘛，我们还是有人会去追他的路斗。如果他的路斗又重新再剪片出来的话，他这样的东西回来，我们台湾国内，我们怎么去诠释他？那对民进党来说啊，反正他这个是中共同路人，这个没什么差别嘛，这个就是继续批判下去。可不要忘了，国民党到后面还在很坚持这言论自由，他是台湾人的妈妈。王宏威出来挺，叶元之出来挺，林涛也在拼命辩护，这是言论自由。可是这个也台湾人的妈妈回到中国之后，继续在唱主旋律的东西，这是国民党承担得起的吗？他在中国那边他都不会被制裁了。那后续如果又有一些，你不知道陆委会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啊？因为之前是移民署去处理它，陆委会是很有自信的说啊，这个就是我不认为这个就是一般的妈妈而已，他没有那么简单。好。那显然还有一些资讯是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所以我们把它拉出来看。据我了解，还有几个中配仍然在约谈，之后可能会慢慢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出来。好，搭配着大罢免，搭配着民进党想要在立院去跟国民党对做冲击的这个态势，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单纯个案处理，不是单纯说啊这个是涉及最基本的怎么执法的，绝对不是，它就是个政治事件，对岸很清楚。所以他去抛，像刚刚这个林敬元检察官都列进去了，他有323个举报，他只列11个。我有看到网络也有网友去举报蔡正元啊，为什么不在这11个里面啊？显然是有筛选过的嘛，丢出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所以重点就在于说，中共国安已经特别放这个东西来对雅雅了。那接下来就是国内政坛怎么接招？你如果接不好，接歪了。后续的作用力出来，那真的就会影响到大罢免上面了。国民党现在的态度，明显其实，在过程，我要帮这个元之讲，因为元之昨天在节目里面也特别讲，他说他没有挺雅雅言论，他也不同意他的一些言论。那其实洪威在第一次雅雅讲话的时候，他是有讲说那言论自由，可是后来雅雅在内政部开记者会的时候，洪威好像没有讲到这一块，他没有提这。可是整体上来讲，我们就不单纯去讨论你说是言论自由与否而已，而是。我讲最现实的一件事，明显这个跟大罢免一定会被搭上吧？当这个被搭上的时候，国民党现在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然后我讲到这，我一定要问的就是说，其实反共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说根本不应该是你们的软肋，但现在为什么
当霸团，因为你看到霸团最早就把那个什么反共，还有连剿匪都拿出来了嘛，把那个所有都拿出来的时候，对国民党现在，尤其又面到雅雅这件事情，现在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觉得立场要先坚定啊。当然反共就是反共啊，你反老共制度，两岸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制度的不同啊。中华民国我们在台湾有自由选举，我们民主法治，我们人权受到保障，大陆没有嘛？大陆在人权保障是有问题的嘛，他的民主法治是不够的嘛，所以民党包括楚英立委有人讲说啊，国民党对富察案不敢表态，拜托，富察案本来国民党该表态啊，好，他没有接受公开的审查，后来你包括大陆应该大陆呢讲是什么国台办讲说有嘛，说有审判，所以判了3年，有期徒刑3年，可是他为什么审判？讲的是说煽动分裂国家罪。这是具体的行为，还是说他因为出版的书，然后就煽动国家？如果是纯粹因为出版书或言论，那就是那个嘛，那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嘛。所以显然我们大陆不一样嘛，所以每次在台湾过去，你知道有开放陆客的时候，陆客很喜欢在台湾，台湾就会有总统选举，很喜欢他们，包括台湾大选，他们喜欢翻墙过来，就是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来台湾以后，每天晚上8点都不去逛夜市。对啊，都看新闻，都在看新闻，面对面，而且看得很爽，而且历任总统都敢骂，从马英九骂了8年，再来骂蔡英文，再来骂赖清德。很爽啊，在大陆怎么敢骂辛弃林？一骂就被关了嘛。所以复查这个当然要声援啊，就是在于说大陆它的民主法治不够健全，它的人权上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言论，雅雅是这样子啦。第一个，我认为雅雅讲军事那个我也不太懂是他四川舰，那讲四川舰要那个舰有所指，他要立手工。他的手工在什么地方？当然，照他们的说法，四川舰立的手工当然就是能不能收复台湾啦，类似像这些啦。第一个雅雅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分几个层次。第一个，他是5毛吗？就领钱啊，领钱上来辩护的，在网络边上那就5毛嘛，5毛党。还是说第二个，他是老共的特工，有拿国台办、国安局或相关的钱来颠覆台湾？还是说他是网红？小粉红就要赚流量的，赚的不同层次啊。如果他是敌后特工，他是第5纵队，真的拿钱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驱逐出境嘛，因为直接交付调查局或交付国安局侦办嘛，所以他有可能说前后2个，第一个有可能是5毛党，第二个有可能他就是小粉红，我就是想红，我就想赚流量嘛，所以他可能关注这些军事可能我也不太懂，我老共几艘潜舰，老蒋我也没有那么熟，他们什么时候要做兵推我也不懂，只是说。如果假设他有涉及到犯罪的特工的话，直接调查局侦办；如果是他是5毛或者让他网红的话，这2个就会跟布查案有点接近所以老讲我们不是，我也完全不认同武统，就说他讲说大陆武统，什么哪一天要侵犯台湾，然后插满5星旗，讲为台湾不让我到接收啦，你不认同他，所以今天不是声援武统，也不是声援雅雅而已，而且是声援台湾是不是要有完全的。民主自由跟言论自由嘛，这跟75个学者昨天发的言论一样啊，也有学者跳出来说啊，陈培哲的弟弟跳出来说，我不认同，陈培哲院士的一个说法，代表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冲击面在政治上完全变成2极化了。台湾变成50-50的一个社会的时候，对这件事情完全2极化的情况底下，它会冲击大罢免。我也认为会，包括有台，那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包括有台 T 台做了民调支持，包括联合报网络的。投票支持雅雅那个遣返的居然占多数，那包括 T 台的民调也是接近这样，代表说第一个认同武统的，就说武统那个声音红听啊气呀恰呀没人接受嘛，所以这一个我觉得国民党在论述上要讲清楚，那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子啦，两岸关系怎么去互动？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越来越限缩，两岸越来越敌对，那情况下跟国内的情况是一样嘛？所以国民党论述清楚，那在该声援的不是声援雅雅一个人，那未来的情况，雅雅是第一个吗？雅雅第二个吗？接下来怎么去处理？而是跟75个学者的论点是一样的。明显到目前为止，你觉得雅雅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国民党，或让国民党在整个大罢免的氛围攻守之间有失分？这部分我觉得说，当然民党一定会扣上说啊，就抹红嘛。你国民党就说，因为第一个在立法院攻防嘛，包括赖总统讲了17条之后，未来在立法院会修法。进一步包括说两岸是不是说，包括军事审判，其他相关会法制化，然后包括柯建铭总召会讲说，你国民党的是底下李焕英老共的同路人嘛，就是说在台的分部嘛，类似这样把它扣上帽子的时候，国民党你要讲清楚，类似这种案件个案的时候，你要表示得很清楚嘛。所以你 K 老共一样啊。
譬如说你讲说富察案不表态，拜托我们又不是我们是老共的同路人。绵哥，我先问一下，国民党针对富察案被判表态了吗？当然表态啊！我不是国民党的吗？我是国民党你们的主席没有表态啊？也是啊，党中央没有表态啊。我记得那时候有发新闻稿啦。时空错乱，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查不到啊。朱一伦这件事没有表态啊，这该表态了。我记得你该表态跟有表态，我表态，我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份子啊！你不能说我不是国民党啊！你不是发言人，你没有办法代表我干过中央党部的文传会主委，我也代表，我也做过发言人嘛。你不能说我现在不是发言人，我没有办法代表民进党中央，你也没办法代表国民党中央嘛。我讲的不算，那至少我是代表所有我们党籍民代的一部分嘛。我欣赏你的说法，你刚刚说法，我觉得针对复查案。针对这个压案，其实算是合理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整个中国国民党的立场是否跟这个民选议员一样？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占多数是我的立场。我觉得，当然你可以代表自己，而且我就说你这样说是 OK， 代表很多。但是我希望我的期待也是朱立伦也可以展现出一样的底气。该表态的要表态，该反对的要反对，该谴责的要谴责。复查案。这个是有关蓝绿的事情吗？一点都无关啊！我同意你讲的，被判3年，可是后面你要加一个蓝绿吗？不要乱扣帽子。所以我该表态就该表态，不要乱扣帽子。我只是呼吁国民党要表态，因为我没有查到国民党有表态，我也没看到朱一伦出来发声明啊。所以这件事情公过了，刚刚我好，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这礼拜同台，你看我讲了多少天了？对，所以我就希望说你的声音，国民党同仁也可以听见了，好吧？因为我真觉得这是对国民党上好的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有关雅雅的事情，我觉得国民党这个立场是非常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国民党当然也会受到民意的牵涉嘛。刚刚也提到了嘛，这是联合报联合报网络投票，通常的结果大家是可以预测的啦，对不对？但我觉得这个结果蛮让人就是跌破眼镜。为什么呢？他的投票是陆配雅雅因言论涉及到武统台湾的话题遭下令自行离境，你觉得合理吗？很多人可能觉得说，会不会说不合理，对不对？谴责民进党等等，结果竟然是6%8%，6%8%， 61+7认为是合理的，认为是合理的。所以你说国民党这个立场真的站得住脚吗？叶元之说我没有在这个支持这个雅雅，你去看他过去他说什么？他说雅雅案是民进党在扣帽子，说民进党扣帽子。我们可以去管雅雅说了什么吗？雅雅说了什么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那当然，政府后来的处理那是政府后来的处理，但是他帽子是自己戴的，他的武统帽是自己戴的，没有人帮他戴。那我就说雅雅这件事情，我要强调一件事：雅雅这件事情跟他是不是中配这个无关。说实在的，当然他中配身份问题等等法律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就说，针对雅雅的本身，其实他是不是中配，这是其次，重点是他的论述。当然，他中配身份问题等等法律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就说，针对雅雅的本身，其实他是不是中配，这是其次。重点是他的论述，他的论述有2点，我觉得是不分蓝绿可以共同来谴责的吧。第一个，你武统是暴力的行为，你武统基本上涉及到的就是破坏我们台湾的宪政体制，甚至于是什么？甚至于就是鼓励解放军来侵台嘛。你看国际媒体是怎么分析雅雅的论述这个不是分蓝绿，不是说民进党帮他扣帽子彭博新闻是怎么用？彭博新闻用的英文直接设在标题。是雅雅是一个 Chinese influencer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网红，他是 supporting invasion 他是支持中国侵入台湾这是他的论述。这个日本时报也是用同样的论述，连南华早报香港的，这跟民进党不可能有关系了吧？南华早报是说什么？他是直接以这个说这个 promoting military takeover 来形容雅雅论述，支持军事接管，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不是谁去诠释他，这是国际媒体直接看他当时发表的这个所谓的网络跟论述，去所摘要的标题出来。那你说这个是我们社会可以接受的吗？这是第一点，这可以接受吗？你说和平统一，我不认同，但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说武统是杀害
我们的军人，破坏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的国家，这个我觉得这不分蓝绿吧。第二件事情，其他要消灭是什么？消灭是中华民国，他不是消灭台独企业，你知道吗？他直接说什么？雅雅曾经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频道，他说也许明天醒来，宝岛上已经挂满5星红旗，想想都让人开心。那5星红旗取代的是什么？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未来就中华民国不存在，让他开心。所以我就说，你国民党真的要坚持到底吗？你国民党看到这论述，真的觉得说我要捍卫这番论述吗？我觉得国民党这会站不住脚。所以叶元之做这件事情说跟大罢免无关。我认为，如果我因为我不是在板桥但如果我现在是板桥的罢免团体，我就把这个雅雅的这番论述再搭配叶元之说，这是民进党帮他扣帽子。你看一般的选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有一点角色，我觉得非常非常模糊。那我最后要强调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不是每一件民进党在做的事情，国民党就是必然的一定要反对。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先去思考一下。所以我真的随便举个例子，因为刚刚明恩哥提到这个友台的民调，17项策略，这个是赖总统发布的，国民党不是立刻就出来一堆人开始骂吗？对不对？民调是多数人支持的，差7%，41比34，所以就是说支持人比不支持人多，而且还多了蛮多的7%。军事审判60% 的台湾社会的民众支持，这有台的民调，国民党将近一半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是支持这个所谓军事审判的。所以我就说，不要因为是民进党推的国安措施，国民党就觉得我一定要反对到底。我觉得国民党是有思考能力的政党，我也希望他们好好思考，到底什么事情你们做政治攻防，大家可以理解，但有什么事情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大家可以共同来支持。来，什么样明显？军审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17条说那个民调里面分了好几个，所以未来在立法院法制化，当然有讨论空间嘛。第二个，我就说，当台湾过去几年有自信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陆靠向我们这一边呢。我们比较焦虑的时候，我们现在如果在特殊情况底下，说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那如果要包括相关言论要限缩的时候，那等于说台湾现在有种程度向大陆靠过去，我们是在学习大陆，所以我们不是声援雅雅，是声援说台湾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法治是该怎么去维持，有没有100%？这跟好，我同意。譬如说那份民调来讲说，战争时候用军审，战争时候要戒严，可是现在战争了吗？还是真的是要进入准战争状况？我觉得是要思考的是这个，我们学者联署，他们你说他是国民党的，他也不是，所以我就说现在两极对立的时候，对国家是好事吗？这该思考。所以我的意思才是一样啊，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共同坐下来思考，到底什么是对国家有利的，而不是因为是民进党提的，因为是赖总统提的，我国民党就非反不可嘛。等一下，副总补充，明前刚才讲反老共讲得很好很顺，但是国民党中央呢，连老共老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嘛，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共嘛。但是他们的文宣里面国民党敢反共产主义，你就写老共嘛，你就写共产党嘛，你就写中共嘛，你为什么特别写共产主义？我讲白一点那个伟航在这边共产主义他可以上好几天的课啦。我离教2年了。对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而且是非常奇异的东西。所谓的反共就很清楚，包含国民党自己都反共过嘛。你不知道反共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反共产党，就是反中共嘛。连他们文宣写中共、老共都不敢写，明显人用勇气直接讲老共但是国民党你的文宣里面，中国国民党的文宣，你的脸书里面反共产主义，你连老共都不敢写。第二个讲到说什么恐吓一些言论，网络上当然有，去告，去抓都不应该，恐吓、暴力、战争都不应该。重点来啦，这些人如果抓到是台湾人，我们可以有司法的审判的程序。雅雅不是台湾人雅雅只有居留证，他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所以遣送是最好的处置方式，不是吗？所以遣送回去刚好而已。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言论自由的限制，是有限制的。恐吓、暴力、战争都不是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雅雅已经触碰了这个防线。这个红线，因为他没办法受到台湾司法的审判，所以我们只好把他送回去中国。因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就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去处置雅雅的相关的言论。他们是鼓励吧？当然也不会处置了。OK， 对，杨敏，这件事情好，
如果这样讲起来，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不是言论自由的层次？你看有75个学者，包括有中研院的刚提到院士，然后陈培哲他们出来，然后主张说怎么可以让言论自由？当然你也看到有其他的院士，包括一些学者出来讲说这就是武统，基本上根本不算好，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算违反了，要不要遣返？那个叫比例原则的问题。第三个，眼下对国民党最直接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动作配上政治层面。对他们来讲的话，对整个大罢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风潮？你会怎么解读？其实这个言论应该是这样说。如果今天用政治角度来分析雅雅这个案子，它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什么叫政治因素？刚刚我们播那个影片啊，很多不是最近才录制的影片，很长期啊，对，他已经拍了几百支的这种抖音短片，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在赖总统讲完赖17条的隔周？突然移民署就处理这个人，这个时间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政治的就是微妙这个时间点要制造一个叫做陆配这种言论，国家要画出这个红线，这是因为他不是昨天，如果今天是比如说3月10号他讲这段话，然后呢移民署接到检举立刻去处理，我觉得这个叫做新闻，可是他的影片大部分都是甚至有那个1年前的，就是说他是长期累积的。那当然，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武统台湾这样的言论，在台湾绝对不会有人这个说啊，我欢迎。那当然欢迎的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执政党也可以赶快列出这个名册，列为这个所谓的朱敬一院士所说的潜在的国安风险人士，但是这个我觉得言论自由这一块它其实关键在于说，如果换一个角度，它是雅雅是居留的身份，对，如果今天是中华民国国民讲出这样的话，有没有犯法？有没有处罚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啊。法律的对，所以要不要立法？所以最近说法务部要处理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一些言论的一些红线甚至包括像这个所谓的有这个公立学校的教师去接受对岸官媒的访问，这个要不要立法？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要对任何的行为处置要有一个法源依据，我觉得这基本的。所以雅雅她被遣返，她有她的救济的权利，这个就是她能够拥有的相关的权利。那法院不采信，法院把它驳回了，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所谓法治国家在处理。是，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不敢在这个议题里面采太明确的立场。为什么？因为就是不敢采太明确的立场，就是因为他要陆配的票啊。可是全陆配30几万，加上他们的配偶，跟刚才讲民调就针对这个言论反对的，显然是很难接受，台湾人很难接受这样。我的意思说，那个优劣之间蛮容易选择的国民党有时候应该说很吸反射他觉得这是一个陆配的言论。如果今天我们去管控的话，陆配都会反对。可是我跟你讲，最近很多朋友都讲，陆配的群体对雅雅也是反弹，当然因为雅雅会导致很多陆配最近的言论全面性的被检讨，对他们也不公平，甚至有一些他们原本可能有时候讲一些这个台湾民主自由或怎么样的，他们甚至会被举报台独。是也太衰了，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说，当他们有时候这个，他们宁可就说那现在他们可能就避谈政治，低调一点。对，所以我说这个议题国民党有一点尴尬的是说，在也9年了，两岸路线一直避开，这是国民党真正的问题。而今年国民党会有一个主席选举，会有两岸路线的辩论吗？我觉得不会。对，我先不管会不会，但是国民党永远避不开两岸的议题。可是他们一定要面对啊！我一直举那个例子。2012年的时候，两岸尤其9·2共识是国民党的红利如果不靠这个，马英九那年，当然你说历史没有办法去做回头验证，但是马英九很可能也有可能会输啊。大家都知道那中间那个民调的麻花，结果后来才几年，2012到现在大概10几年，而且不是到现在前几年开始，2019就开始。对。那国民党到现在大罢免都已经火烧成这个样子，你还没有办法在这个，因为眼下雅雅这个议题就是最现实摆在你门口，你就是一定要面对这些。如果你连这个还没办法找到一个该怎么样去突破的口，那这一仗对国民党来说，最起码反共这几个字压上去，那就没得解了。对，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国民党的尴尬是在于，因为他们内部的路线是不模糊不清的。
民党尴尬是在于，因为他们内部的路线是不模糊不清的。所以呢，在这个议题就各唱各的调，那主席也不会出来表态啦，不会针对这种事情出来表态，所以最后就导致对手予取予求。我说的是，这整件事情其实雅雅这个是一个个案，可是这个个案会烧下去的，接下来4月份下个礼拜开始，赖总统的这个所谓的17条的相关修法就会陆续到立法院，是。这时候你国民党还能模糊以对吗？你每一个法案都要讲。我上礼拜讲了嘛，他们推公投就是希望我先挡，告诉大家我要公投，等公投完再来说，就是以拖代变。可是如果国民党永远存在这种心态的话，我必须说，在两岸这个议题哦，可能你的分数扣光了。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执政那个已经越来越遥远。OK， 当然，刚才杨明有提到，其实这2天你有看到中研院院士朱金老师有提出一篇他对雅雅这件事情他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观众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意思就是不是因为雅雅的言论啊什么，是因为这个人啊，他援引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像那个 TikTok 对美国的一些影响，为什么会禁的不是单纯因为言论的一些问题，而是因为它长期累积会对于未来如果真的到了两岸有什么的那一天，它会不会造成国安的一些的危险？那美国最高法院是用这个理由去禁那个 TikTok， 那他觉得我们应该讨论这些的时候，应该用这样的一个立论点，可以参考一下。那朱老师有一些看法，当然你也看到有70几个包括有院士带头的一些学者也出来，那认为赖政府不应该这样。小雨，说实话，一个雅雅，台湾变2块。某种程度啊，一个雅雅，台湾光这件事情就弄成这样。我每次都讲，你一个拳头握起来都不见得能够抗衡得了别人，然后你可能还变成不是一个拳头。可是再回到一件事情，我还是要拉回到最现实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好，虽然陈玉珍委员会讲说统战，你们干嘛这么怕统战这2个字，怕得跟鬼似的。然后就统一阵线把不是朋友的拉来当朋友，这个解读，然后你们大家不懂吗？对，一定有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这些说法。可是对国民党眼下来说，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这把火没事会烧到我们头上来。我们就没有每个人都出力说我要挺雅雅，而且大部分国民党人，我相信他们也说我们也不挺那个武统言论。可是为什么这个负面会算到他们头上？我觉得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五哥说一个雅雅把台湾分2块，可是我觉得是大块跟小块，超小块。所以可是我会觉得说国民党朋友就比较可爱的是说，他每次都讲说我也反对武统言论。可是他们的弹书就开始可是，他们每次讲到可是弹书那一块，就是会被批评被骂，就那一块嘛哈。那我稍微再补充一下，你说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两岸路线？事实上，只要马英九在的一天，他们就无法去翻盘。可是最主要是因为马英九讲的那个92共识已经被习近平给定调为一个中国1国2制嘛，那跟当时这个92共识啊，就是你承认你的，我承认我的，这个已经我们就说在这个92共识被习近平定调之后，你已经没有解释的空间了。那再加上最近年来这个马英九的一些这个他的讲话啦讲说什么我们要相信习近平啊，还有之类的，然后就大家会觉得说92共识已经就是被玩烂了。那为什么国民党还是陷入在这样？因为坦白讲，你当时那个谁江启臣也做国民党主席嘛，他就是想要重新定义两岸的路线嘛。可是马英九只要那个桌子一拍，哇，那江启臣就不敢再谈了甚至还要登门去拜访。所以我觉得只要马英九在的那一天，92共识就是一个神主牌，动不了啦。所以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难解的习题啦。那回过头来，你说陈玉珍真超妙的耶，他台大中文系耶，他今天把那个统战啊，是说金语是说新语啊，真的很加喜啦。他说统战是统一战线就说他就用统一战线嘛，然后我们这个变成拉在一起，我们变朋友了。所以马上下面就有网友很快的回应啊，那如果未来他们打过来，我们叫做以武会友，是这样吗？这当然不是啊，这很扯啊。好，那结果后来他就赶快又补了一句，就说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以吧？就是我们也可以统战他们啊，这样。你看，像今天那个北一女的那个老师欧桂芝老师，对不对？为什么人家说他是什么陈玉珍版的这个北一女版的陈玉珍啊？因为他也是讲后来也是凹不过来嘛，就讲说那我们统战他们可以吗？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这个是大家这个政治现实的问题嘛。我们2300万人，然后他们土地人口比我们多那么多，大家也知道政治现实，就知道说。能够反攻大陆，早就反攻大陆了啦，就大家不可能，大家就现在只想说一边一国，就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嘛。是制度
对，那好，那你说陈玉珍今天讲这样的话，马上就是，我觉得他是凹啦，就是凹啦。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因为第一阶段没有过，所以他现在开始放飞自我。可是我觉得陈玉珍千不该万不该是就说毕竟我们这一辈的台湾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那他们是。陈玉珍在金门前线，他们最近的历史是有经历过823炮战的，那他在金门的前线最能够感受到，就是说这个中共一直要侵犯我们的意图，可是他竟然可以在这边讲这样子的话，说讲那个大家就说什么一脸真经去讲插话，你可以讲说统战现在是统一战线，然后大家就是什么是兄弟啊，什么大家不要太害怕这样，我觉得说他这样好了，就像那一天上宫去教训那个教训林涛吧，就是他对他蛮不客气的嘛。那段我有看，就说好，你再继续讲啊，那继续讲国民党只是大调票而已嘛，就是这样啊。你讲这个话只是对国民党没有任何帮助，只是增加大家的一个财富。你觉得那天像譬如上公讲的那段话，像雅雅这些论证对国民党真的是大调票吗？当然是大调票，如果是大调票，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大块跟小块啊。那国民党的人不知道吗？我觉得国民党，可是我觉得他们是为反而反他们就觉得说，不是我都已经要被罢掉了，还跟你反这个东西干嘛？这时候不是有票就捡起来，有票就捡起来，那我怎么可能明知道这个地方是大块，那个地方是小块，然后我还贴着小块，我放掉大块，甚或直接跟大块说，我就是跟你不一样，不可能啊！可是国民党的人难道不知道？除非第一个他想法跟你不一样，第二个他知道，但是他无能为力，因为像刚刚讲，也许如果当中央不定调。不有一个明确的方式告诉我们该怎么反击的时候，我也只能在区域技术性的捡一些小票，我没有办法大规模去反抗这样一些议题啊。现在红线不是画出来了吗？你不止雅雅开刀啊，然后你把这个小薇跟恩琪也一样啊，就是你踩到国家红线的，你去讲武统，我就跟你讲不可以啊，红线就画出来了。那我觉得每个人状况不一样，譬如说像王宏威，因为他可能是新党出身，所以他们就是有统一的这件事情，他就是去自然帮他讲话。那我觉得林涛就是为反而反啦，他就是为了反赖清德嘛，所以他就去故意去讲这个辩护的票，但是他又没有被罢免的危机。那叶元之我觉得是嘴丘啦，他只是帮自己抱不平嘛，他就是用雅雅的事情就说那我们立委没有言论自由，他是帮自己抱不平，可是他就是被扫到，他就是嘴丘所以我就说每个人的状况是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可是如果你讲每一个人的状况的情形的话，傅昆萁副总召对他的状况来讲的话，第一个当然因为叶爸老师直接讲他那个很重的词嘛。他直接讲用了通匪2个字。那除了那个以外，因为这是跟两岸之间有关系的，包括最近你看一些的民调，我还是回到那，因为花莲对国民党一定是重中之重。除了他的本来蓝营的属性以外，又是总召又是什么？所以现在看起来，然后今天还有一则最新的新闻，民政处长本来不是50万交保，对，花检是要声押，然后花莲地方法院50万交保，那结果后来高分院撤销。撤销以后再发回去跟裁，跟裁知道嘛？那第一个，要不然就羁押，要不然的话还是交保，看多少钱。甚或当然你说无保好都不一定，你看法院怎么样？但是就会有羁押的风险，尤其是叫你跟裁咯。柯文哲那时候不是也是这样来回叫你跟裁，所以会面临到这些，这对傅昆萁来讲等于雪上加霜啊。我觉得明良珍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的是说，当时为什么说把他这个要什么申请羁押，是因为他有串供、有灭证，对不对？还有担心他这个串供嘛，对，他有实质影响力嘛。就后来你让他出来，然后就说你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跟这相关人等接触。可是他要上班啊，他没有请假啊，不是吗？对，我在新闻上我去查了，我看他没有请假啊。但他是民政处长那他去上班，然后就关在小房间里面，然后连电话都不能打，然后公文也不能签，因为来跟他报告的一定都是相关的民政人员。那这个是政治实务来讲，我觉得就跟之前柯文哲你放他回去，然后跟他讲说你不能跟相关人等串证结果睡他旁边的是陈佩琪，这就一样政治实务的荒谬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怎么可能可以让他交保出来，然后你又让他上班，除非你规定说你不能上班。所以我觉得这发回跟裁这个想当然耳嘛，这实务上不可能啊，不然他要列出来说谁不能跟明良珍接触谁。对啊，那你看出来他还是照样去上班嘛？所以我觉得太好笑啦。所以今天这个结果我一点都不意外啦。但是
确实啊，这个等于说现在傅昆萁就遭受很大的他的周边挑战越来越多嘛。连美国智库今天都盯上他嘞。美国智库不是还讲说什么这几年来，从2005年开始，对，然后说什么国民党除了派出青年去交流之外，然后甚至连高层都开始去跟这个中共接触。而且他有一句话讲得蛮重的，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国民党就直接被这个明确定义为执行中国统战的配合者。在美国智库这句话很重我再念一次给明贤听哦。他说，国民党明确被定义为执行中国统战的配合者。那其中呢？那你坐在共谍旁边，你也有问题呢。我坐，不是我变成配合。好，那我举报你啊！我举报你啊！不是啊，你有问题。我帮你卡，归合。不是啊，这是中文啊，他说是被指定了，也就是说中国认定嘛，应该是这意思。然后他就还有指是傅昆萁，就说这个傅昆萁去年4月的时候跟这个统战高层有这个接触，所以你看傅昆萁这个不是大家抹红他，是贴红标签，是连这个美国的智库都已经帮他贴标签。然后他就还有指是傅昆萁，就说这个傅昆萁去年4月的时候跟这个统战高层有这个接触，所以你看傅昆萁这个不是大家抹红他，是贴红标签，是连这个美国的智库都已经帮他贴标签。那这个是然后加上明良真的案子，那加上今天也有一个这个民调啦这个字比较大用这个。他说这个民调是 TOPC 啦一个民调中心做的一个议题中心做的啦他就讲说现在这个有意愿参加2阶联署的你看这加起来已经已经超过了24%啦就我们第2阶段是10%嘛，所以你看24%已经有意愿参加2阶联署，这已经比10%还要高很多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第2阶段过了你这个要去投票的当天，就将近60%58%是有意愿出门参与罢免投票的而且你看深绿色的这一块是42.7%，非常有意愿就刮风下雨打雷都会去投票的，15.3%是蛮有意愿的所以这加起来已经将近60%那其中呢，这60%当中呢又有32.7%的人呢是会支持罢免的，那只有22.8%的人呢是不支持罢免的。也就是说，你看你光是32.7%的人支持罢免，这已经过了25%了耶。所以等于说我先帮这个 TOPC 做个结论，他的结论是说傅昆萁有危险性，就说傅昆萁被罢掉是有危险性的。那其中还有一个是说傅昆萁就他的这个满意度也变低了啦就傅昆萁不满意傅昆萁的比例也到35%。坦白讲啦，你说这个在以前5年前甚至8年前10年前，大家没有想过说傅昆萁的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那你看对花莲的这个子民来讲，他从小到大全部都是傅昆萁耶。你在小学写那个练习本也是傅昆萁，吃的米上面也是傅昆萁那你连到死他这个金子都是傅昆萁耶。傅昆萁对这个花莲民众贡献良深所以怎么可能会说不满意度到35%，而且现在罢免还有危险性。我觉得傅昆萁大家就讲说现在他会被撼动的几率其实蛮高的。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确实要你们有没有内部大概检讨过一些为什么打到现在会出现第一个像傅昆萁副总召那一区已经变成看来也变危险区，最近看起来一些包括司法的案件或这个，然后包括昨天公布一个国家安全研究学会，就范世平老师他们，洪薇、巧芯跟燕秀他们这3区都是支持罢免大于不支持罢免。虽然有一些是你说误差范围很，但是照理来说，除了这一区当初是萨卡都嘛，内湖南港嘛，是 OK， 可是其他这2个都是大家传统说的蓝营还算优势区，略优势嘛，对不对？略。那为什么今天都打成这样？如果这些地方都打成那样，那当初那个蓝营赢是因为萨卡都的，像台东，或是赢那个1000票、2000票、3000票的，我就不要指谁了。那不要再讲名字。对，那这些地方呢，那不是看了更胆战心惊？我觉得大的环境慢慢风向转向对在野党不利，这个事实从总预算开始。你说民党从总预算开始就说包括很多。你说就说他们的网络上的很多谣言造谣啦，说什么连棒球队出国预算也被砍呐，监察院预算被砍呐，幼儿津贴、租房津贴预算都被砍，
这些有没有形塑一个氛围？有，很多人连我自己的支持者，连我投票支持我的哦，投给我的算蓝的嘛。当然也有部分比较中性的，那是铁蓝的。啊，国民党在痛下，在连住房今天也在删，我说没有删，我要跟他解释。可是有的话你讲了3次。谎话讲3次会变真的呢，所以在基层有影响，大的氛围确实对在野党不利。你这些怎么去做消毒，会变成说哦疲于奔命，某种程度在野监督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要做到一个该调整的一个方式？可是这个不是我能讲的啦。说我有听到我们党内有人这么去思考啦。那是说这个跟监督的力量有没有缩小？这无关啦，可是就说民党现在都全部把你扣上红帽子，说哦你老共同路人，你任何监督的力量就是代表中共在行使力量，他就用偷换挂念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蛮可恶的。所以你说很多基层，我们基层也开始有反转过来了，所以我认为包括洪威、包括巧芯他的民调到开始。越来罢免选战越来激化的时候，我觉得会拉进来，不会像现在差距那么大。所以现在一翔，所以你们现在是看准了，包括我只能讲那个精准打击蛮精准的，就是包括傅崐萁那一区，包括这些。那可是这些现在已经是对你们来说，从这些地方要拉，因为你们党中央已经下令嘛，所有的党公职要全部卯下去嘛，对。你有收到说什么？你们要贡献多少？我背负要负责5500份，5000多份啊！哇塞，没达到就不提名，多少票？我17500啊！啊，所以真的是3成，真的是3成啊！真的是3成啊！哇塞，那你应该每天都在街头摆摊才对啊！应该已经在摇旗呐喊。现在不是签联署，现在是大家在抢联署。我跟你说，待会儿节目结束哈，我可能就会去路边发联署，没有我在场就发了，在录影棚就发了。是没有，我先讲个框架，这框架什么？你知道我们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政治现在民主党也是很分裂嘛，对不对？发生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蛮微妙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民主党竟然有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开始结盟结派，然后要作为这个所谓改革民主党的动力，因为要检讨为什么败选嘛，对不对？大家不同声音。所以我建议国民党如果认为也需要检讨的话，我是提名，我觉得李明贤议员非常适合带领这个检讨小组。但很可惜，联署啊，很可惜，做直播5000份，你以为简单吗？我会帮你们联署的，我真的会帮你们联署，我会联署说李明贤来改革小组的主席。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很可惜，我觉得像李明贤议员这种比较温和的声音啊，在国民党很难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头，那这头对不起不叫朱立伦，叫傅崐萁。那傅崐萁为什么？我要回到傅崐萁。其实刚刚小玉姐提到一份美国的报告，这篇美国报告我还特别印出来，我今天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篇美国报当然是这个全球台湾研究所，其实它是华府的智库，它并不是在台湾的智库。华府的智库发，那你看这个前面的封面，大家本来以为是傅崐萁，就不是啊。其实傅崐萁在整篇报道就只出现1-2次，其实很短很短。但他的前面的封面其实是当时台湾的投降军官啊签这个投降这个声明书啊。那我只要讲说，为什么全球这个台湾研究所他找了这位作者，这作者其实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这个 General Mattis 他的亲戚也是长期研究中国非常著名的学者叫这个James Mattis 那Peter Mattis。那 Peter Mattis 为什么去做这份研究？其实我的了解是，他还真的去实际访查了蛮多人，甚至于我的了解是还有接触到蓝营的一些政治人物。但他其实宏观人，我再次强调，其实不是针对傅崐萁不是针对傅崐萁，傅崐萁是被扫在里面。他整体的主轴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国内进行许多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隐蔽的这个任务神秘的任务那这些任务其中就是它英文叫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figures，就是培育政治的这些人才。那培育政治人才，它里面就提到2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国民党的部分，因为他就说国民党过去被视为是反共，这就是刚刚明贤议员提到反共，但是近期国民党已经被视为跟中国共产党在言行上最接近的政党这是事实嘛？这是对岸的认知，这搞不好也是美国认知嘛，对不对？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些国民党的领袖经常会跟统战的人员会晤，包括他提到就傅崐萁跟王沪宁的部分，所以这个也是事实嘛。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你国民党所塑造出的印象，那这就是最终为什么你傅崐萁在这一次的罢免案当中，你不但是有地方的问题，其实你还是有中共这方面的连结啊。这是为什么罢免团体会强调说反共啊？因为他反对的不只是傅崐萁，
在地方服务好或不好，我不是花莲，我不知道哦。但至少连国际的智库都认定你跟中共的统战部门是有联系的，而且谈话的内容是不清楚的。好，所以我觉得傅昆萁确实这一次的民调，我觉得彰显了许多的因素。如果单只是因为这个所谓跟王沪宁见面，我不认为冲击这么大；如果单只是因为地方服务不周做太久，我也不认为冲击这么大。但是加起来之后，加总起来，确实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如果担任这个花莲县民，应该是蛮幸福的一件事，因为毕竟他家族掌握了很多的行政资源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哦，在花莲是一连串的好康一直在发布啊，包括吉安乡的公所哦，这是2天前的事情嘛，对不对？号外报好消息哦，结果这个所谓的这个防治的这个农药有半价的补助哦，即日起就开始了。好，第二个来，好，这个是花莲县这个玉里镇公所啊，对不对？啊，调整重阳礼金哦，调整重阳礼金，这调整很大，你看当时柯文哲为这件事情可以吵8年呢，对不对？一次调到3000元，对不对？那这是几天前的事，5天前的时候又说这个什么这个养殖的部分养殖的种类，这个无墩鱼等等也有一些补助。再来昨天也是1天前就是又有什么公所加码减轻农友负担，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彰显那个危机感啊？但我觉得从外人而言，确实会有连结。就为什么此时此刻，因为我们都知道公务体系其实动作不是那么快，你很多的补助可能是思考很久。你也不一定是在这个时刻，可是为什么这时候正好所有这些无相关的，从重阳礼金到农友，到时候全部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就一连串的一来出来，所以我觉得彰显到这个民调，因为有些人质疑说这民调它的公正性啊，但是我就说，如果民调不公正，如果民调是假的，如果傅昆萁没有危机感的话，为什么他所有的迹象都似乎是有这个危机感？为什么现在整个行政系统在花莲会全面动起来，而动起来从查水表一直到现在宣布新的补助，一直到什么，我觉得似乎都会让人觉得说，傅昆萁终于感受到自己的政治危机了。如果讲在花莲傅昆萁副总召，应该讲花莲县政府的所谓的查水表这件事情，刚才跟观众朋友报告，因为高院已经撤销了原来的裁定，现在要更裁。那如果这是一个压力的话，恐怕对国民党来讲，另外雪上加霜的。最起码刚那个是在花莲，可是对国民党来讲，有没有一个隐忧，不是单纯在一地的？台南地检，然后那时候声押，然后而且法院也准了，押了国民党党部的是副主委吧？那副主委被押是因为亡灵大军的一些死亡联署的一些的问题。可是死亡联署不是只发生在台南，因为在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因为死亡联署的人数那个比例太高，所以比例太高。今天有一篇报道，奕善。是这个，如果这篇报道内容的话，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是整体包括可能提升拉到党中央的隐忧，因为他说媒体报道检调18日传讯近200名联署人，调查局副局长特地南下压阵。据了解，检调侦办亡灵大军案进程对象，本来大家就觉得说龙盖先因为是主委，会不会有可能要被约谈啊或什么这些？但是如果连带启动其他县市检调侦办其余的罢绿立委的亡灵大军。远程目标是以组织犯罪的名目直攻国民党党中央，那摆明了意思就是是不是国民党党中央下令叫各地方去做这个？如果是要往中央打，那对国民党来讲就不是哪一个地方，是整个都会被牵扯进去啊。而且今天民进党吴峥已经告发9区立委罢免案涉及死亡联署。我真的帮国民党讲一些话啦。以罢制罢是谁提出来主张？是你朱立伦提出来主张啊。人家很努力的，不管是抄名单或者联署啦，也有人真的是联署出来的啦。但是你名单，我说真的，名单给名单不是错哦，给名单你可以按照地址去找人联署嘛，包含他们现在5500份。我说为什么要入户入新？他们一定有每一个议员一定有一堆名单嘛，我就要拜访按门铃啊，拜托厉害人数哦，这个是合法的哦。这个是合法的哦。我不是说抄名单哦，联署完你不能跑去问他。我不是说你们抄名单，但是死亡联署就一定是抄名单嘛，因为你按门铃之后不会有一个亡灵出来说我要联署嘛。如果真的是一户一户的去拜访，就不会有死亡名单的问题嘛。所以就是名单有问题嘛，而名单有问题，最重要的责任是谁？当然是党中央啊。党中央一定给地方党部名单嘛，地方党部用这些名单用抄的方式去送到了提案联署书嘛，
提案联署书里面有一堆死亡名单，主发部在干什么？主发会在干什么？不是应该做党级检查吗？每年都要更新啊！如果你真的朱立伦要以霸制霸，你不是应该给人家新的名单？这杨明讲过啊，你为什么给人家旧的名单？而且抄的时候不告诉人家说，你们等一下，我有新的，我先检查完以后再给大家。大家就抄了，就送啊！送的时候你也不提醒人家说，哎，是卖场哦，哎，来这有问题，你也没有去检查。这个我要补充一下，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党中央有做党级清查，他们有一份新的名单，但是他们也很疑惑，为什么地方会搞成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党中央有做党级清查，他们有一份新的名单，但是他们也很疑惑，为什么地方会搞成这样？就是你要去罢免，你们为什么会搞成？也没有跟党中央要。OK， 就是地方没有往，因为刚刚医生这样讲，好像是中央去指使他们去抄名册，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他们党中央也很疑惑，也很疑惑。朱立伦是党主席，以霸制霸是朱立伦嘴巴里面讲出来的，大家去做了。你党部提供了名单，你朱立伦要不要告诉大家说，我这边有新的，你们按照新的名单，不要说用抄的，去一一拜访去联署。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是你的主张哎，你怎么会等地方党部来问说，哎，我这个名单是旧的，所以那个不是嘛？地方党部就是说，你叫我做，我就按照旧的名单去做所谓的联署的工作啊。所以朱立伦是首犯啊。他以霸制霸，霸不成。说真的，各地我们问徐小新就好了，王宏威就好了。现在理党中央吗？每一个人，徐小新不是啊，接了700多场啊，已经在自救啦，根本不靠你党中央。而整个国民党现在最急的事情是罢绿委吗？当然不是嘛。现在蓝委35选区，人家一阶段，现在2阶段联署，他们都要5500份，都已经打到巷战。不止巷战300场要下去，现在已经入户入心，每一个额度5500份。说真的，摆摊都来不及了，真的是要按门铃一个一个去拜访了。所以已经打到巷战，打到入户入心的时候，你党中央还不救这些要被罢免的蓝委，你还弄以霸制霸，还要去签署2阶段。我直接讲了，2阶段如果像1阶段这样子，名单即使是新的，你有这么多名单吗？你还不是一样要学民进党入户入心，一户一户去签。这个是民进党的做法，如果你真的要罢绿委，应该是这么做啊。但是你现在已经没办法罢绿委，你应该是救蓝委才对啊，你应该去帮徐小青去办700多场才对啊。结果不是啊，他提公投案，公投案更昏倒。公投案那2个公投题目，到底大家现在懂不懂？我说光一个所谓的反戒严的一个公投案里面，就有5个主题，5个政策可以投同意或反对，所以这个主文会过才有奇怪。而且公投的时间也是讲白一点，就是控制在党中那个民进党绿营执政的中央政府手上，你完全没办法配合这个时间，所以你推什么公投案？你推公投案也没办法去救蓝委嘛，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在自救，而民进党现在我要自救的方式就算了，你还是放出一堆所谓对自己有利的讯息，而这些有利的讯息反而会松懈基层的一个警戒性呢。譬如说傅崐萁好了，今天公布一个民调，国民党马上公布民调，傅崐萁很安全，傅崐萁很安全，大家就不去投了。很简单啊，已经不同意票吹出来就很困难了，你还说傅崐萁很安全，那我干嘛去投？这个不是第一次啊，上次那个徐小新也是有台做出民调对小新的会有影响性、威胁性的时候，不是也公布一个国民党内参民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么严重，稳了，还好了。没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干脆让他有危机。小新后来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危机感是好的嘛，就说是危险。那洪文也直接出来讲说他也是危险，你就让他。这选战不是到最后1个礼拜，每个都危险。对，现在还很早啊，告急嘛。反而你看啊，现在离投票还非常久。民调虽然公开的民调对绿营都相对有利哦，但是民进党现在在告急耶，现在所有罢团都在告急耶，说我40天要达标，我达标的那个份数是过所谓的就是那个应送的份数的2倍。他们现在也在告急，本来3万份就可以过，他要收到6万份，结果现在收到2万份，说我只达到1/3，所以我来不及了。所以大家都在告急啊，民进党这边也在告急，所以为什么要300场要下去嘛？已经不是这些，说真的，比较大家
所谓的刚才讲的精准罢免，精准罢免不叫精准罢免，是比较热的选区啦。现在民进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打巷战，要办300场，就是要把这些所谓的热的选区的热度散到各个选区去嘛，这个才是民进党的做法。而国民党反过来做嘛，就是说你要救这些蓝委，应该去真实的去救，而不是去办到苗栗场那些反而是安全的地方，然后不办在台北场。我看啊。整个民进党国民党的这些立委也不需要朱立伦去救了，也不想要朱立伦去救，所以他只能办在板桥的叶云志的场子跟苗栗的场子。不，姚明，一定有很多人在问说，还是35-0吗？因为除了林涛自己出来讲说他们自己算的话，大概会有8席过了，为什么？4月初。当然你还是要等中选会嘛，所以大家讲，这什么时候才会公布？那到底是35比几？因为某种程度，这跟气势或是大家的民心支持一定有关系嘛。刚讲蓝营的支持者就会天天讲说，怎么会被打成35-0？就你们党中央或你们李明贤，你到底干什么吃的？你们怎么会这个样？不要再骂了，邱俊丽也骂，蓝营也骂，对，一定会有支持者会这样好，这是一个。另外，刚刚讲到蓝营的优势区打成这样子，某种程度是中间从一开始的轻忽到现在吗？他们的策略有调整吗？或再换一个角度，刚才说到。现在蓝营不是单纯在面对打选战与否，当这些司法案件，刚刚讲到那些，如果一个一个来，你哪有这么多功夫要去一次处理这么多事啊？对了，其实应该说蓝营小看了这整个罢免战术的运用。就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刚刚讲那个30几比0如果今天蓝营没有以罢制罢这个战术，根本没有比0的问题。你只有同意跟拼不同意，你去拼民调的问题，你的战场就少一个。可是你现在要分散一堆人，包括你看他们这个像阿贤他们的同事张思刚啊，什么侯汉廷啊，他们还要投下去成立联署站，搞不好也跟这个宜祥一样有几千份的这个 quota。对，因为5000份，因为进入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的联署真的压力会很大。对，当然10倍嘛，10%嘛，而且通常要收到15%，他们比较安心啊。对，那所以刚刚讲到说中选会它都在合法的范围内，让你的0持续最久的时间嘛。4月初陆续要公布了啦。因为应该这样讲啦，最早的是应该是士林北投去补件，3月6号送件。3月31号是审件的期限，一个，所以最快就是明天或后，就是下礼拜1就会公布了。OK， 所以那个0的突破就在这几天。好，不要急哈，可是真的1个、2个、3个、4个，破蛋有这么难吗？可是0它为什么可以至少有8个？因为这个都要中选会发给地方政府去做查对，而地方政府会把意见这个查对的结果再送回中选会，所以地方政府都知道了。那地方政府都知道了，所以地方政府很多是蓝军的执政县市，他们都掌握第一手的线报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当初那个苏巧慧委员啊，他们这个有很多会先拿到那个所谓的查对，说有哪些不合格那个细部的东西，他会拿得到。因为就是有一些这个所谓内线消息，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中选会公告为主。当然。因为中选会才有最后审定他成不成立的资格。好，那我们讲到说国民党的内部的战术的问题，这个叫大的战略。那里面已经进入到罢免战的里面的战术呢，就有牵扯到说冷处理的问题。他们有目前35，我们上礼拜也讲过，像徐巧芯本来是排在这个中段班，那突然上礼拜一个民调，他被危险的那个很前面的时候。他本来的想法是，你会发现徐巧芯最近这2个月，他基本上上政论节目的几率降低了。他就是说地方的组织，或者说他要做一些比较降低仇恨值，比如说他去提军人的加薪啦，或什么民生议题，就是说蓝军不是没有策略的，是有策略的，只是他们的策略还没有到那个叫做大动员阶段。可是现在的所有民调，包括傅昆萁这份民调，即便他在地方是有优势的人。都没有做动员的时候，很多人接到电话，他很多人真的以为说我不投票就是挺反罢免，对，真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在蓝军还没有进入到像谢国良也是到了那个第2阶段成案之后，才开始冲刺所谓的地方的那种所谓组织，所以对蓝军来讲，他们很多是希望等到第2阶段确定哪些地方要去冲刺，他们再来动。可是因为谢国良那时候是全国一个区域，现在他们蓝营里面有一股人，就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很焦虑，就是说，因为这次是大区域的，对，很多个选区可能都要进入到目前保守估计可能15到20个嘛。那如果这些区域
一下子冲进去之后，而且呢，到时候就你知道。中选会的决定是那个离战成案，第二阶段成案是20到20到60天的区间去决定投票日，所以最快21天我就可以让你投票。哦，你3个礼拜你有把它冲刺动员嘛？就是中选会一公告就可以冲了哦。所以我说在现阶段，蓝军里面有一些人就觉得要及早，现阶段就要开始思考。可能进入到投票，所以就要开始动员群众，告诉他们要怎么投因为这个票上面不会有你的名字，只会有同意跟不同意，所以都要教像谢国良他到了最后阶段，他连那个公车广告都是告诉你选票，然后要盖在哪边，所以这个东西他们有一套 SOP 啦，可是。目前很多的蓝营的立委还没有到那边，他们期待第二阶段都不要过。有一群人，他们目前努力的是希望第二阶段不要达标，那他们就不用花第3阶段那个冲刺的费用。OK， 当然昨天你也看到有一则讯息是讲说，罢团跟包括民进党的一些相关的人开会，那罢团也会忧心说他们的。是不是像一般前面想的这么乐观，能够过到什么20几啊什么？他们说现在感觉上没那么乐观，因为冲刺的过程总是会有一些迟缓期。那所以是不是只能够大概到10到15？当然也有人解读是说，这某种程度也是刚刚讲嘛，就是一个爱兵政策嘛，就告诉大家说我真的也碰到一些困难，能不能要再帮忙？那对蓝营来讲的话，包括要去争取降低仇恨值支持度，是不是也是这样？可是拉朋友总是对嘛？就以前韩国院长以前选举那句名言嘛，投票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嘛。对，这真的是个名言。可是你怎么去找票，这才是个问题啊，对吧？第一个，本来大家在想立委要被罢，各方一个立委的选区里面所有的议员。大家一起来帮忙，上面有诸侯，如果是市长，下面是议员，大家相挺，某种程度是不是比较能够过关？这是一种想法。但后来才发现，谁跟你说？你同党的那里面的议员一定跟你同心同德，对不对？虽然李明贤不要看到我这里来，我没有看，是邱明玉一直在看，我没有看，是邱明玉，我还有帮你讲话。李明贤有贴有拉布条，唯一支持谁？李梅莎，你不要太慢了吧？你不能大声一点吗？支持有所谓。李万生，我想说赵一翔也准备要递补上去了。我想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唯一支持李明贤。对啊，我刚都已经做成这样，能不能大声一点？当然唯一支持啊！来，唯一支持谁？李彦秀啊。OK， 王彦秀啊，一席不能掉啊！这尾行时间干嘛又少到这里来啊？真是。连哥，你搞不好觉得一席不会掉啊？对，自己递补上也是补上的，还是不掉？还有人家的时间嘛，尾行都还没讲到。所以某种程度要怎么样？党中央或地方党部能够把所有同党的议员全部都把他抠起来，说你们就能够挺他。他如果掉了，也不会是你们几个人出来参加补选，大不了这样嘛。因为你们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样的一心一意的想办法让他稳住这个位置啊。所以一定要把大家都激出来。对，还有就是有时候上节目还是要小心讲话，小心一点。对，这请问朱姐，他上有台节目广告时间，稍微分析一下徐小新的状况啦。大意把它美化一下，说徐小新原来在市议员这边，表现都很好，选到立委之后，好像有一点走火入魔，走到极端了。还穿睡衣啊什么的哈，还比中指啊什么的哈，就留下了隽永的印象这样子就好。当然他还有提到另外一个重点，那费鸿泰出来选也是会赢，那这个就妙了。那你现在费鸿泰是要出来还是不出来？理论上要出来吧，就至少前委员嘛，大家还很感念他嘛，出来还是都会赢的人。可是他如果是接下来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补选人选。那他是不是现在要持盈保泰，韬光养晦，不要沾到你这一块？这个如果他跟比如徐小新的宗旨印象绑在一起的话，费鸿泰也不好选。好，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国民党内部，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法，去把这个结解开。这我已经讲好几个月，就是国民党应该要有一个。反罢免竞选总部对策中心，所有政令都从这边出来。我说300场就是300场，不要给我通灵一下，这个比较多比较。民进党都扮演得很好，他有建立协商沟通平台，不论讨论过程中是不是有起争议，但至少有在讨论。国民党没有在讨论的，到各地都会有小话，我们都会收到讯息。像我就收到桃园的，就刘许婷那一区啊，他们在地的国民党的就在问，那刘许婷如果被罢
会回来选议员吗？现在你在担心这种事啊？对啊，就是啊，我们这一期是谁上去补选是一回事，他会不会回来抢我的饭碗呢？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可能这个大事不妙。大家都还在各自为政，那我们回来看到台北，大家都知道嘛，之前吵得最凶的其实不是徐巧芯这一区啦，是那个中正万华是要罢立委啊，就是谁去补的问题嘛，一样，就是这种事情，国民党连补都还没有补上去，女朋友都还没找到，就你想第3个小孩要取什么名字啊？所以想太后面了，所以。大家都在想后面几步，就没有人会真心面对现在的这叫什么2阶段呢？刚刚不是在讲到2阶段要把它挡下来，有人具体做了一些事情把它挡下来，有人去化解这个仇恨吗？所以大家都在想后面几步，就没有人会真心面对现在的这叫什么2阶段呢？刚刚不是在讲到2阶段要把它挡下来，有人具体做了一些事情把它挡下来，有人去化解这个仇恨吗？蒋万安说我要出来挺，他还真的有挺，可是你有看到新闻吗？你会觉得很无聊，根本就 pass 过了。他有夹着3输啊，3个最危险的，我一定会支持他们啦。我们台北市的委员一定都会支持，没有人会在意这个新闻。但他说我挺啊。那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地方上的议员也是嘛，本来大家就会有一些过往的在复数选区的竞争关系，大家本来是在抢票了，好不容易你上去了啊，你下来考完又来找麻烦，就是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帮他？当然啦，我们相信像明贤这样子哈，一定会全力的贴出一条布条来支持。但是事实上现在要下去救，你就看徐巧芯的那个民调嘛，他明显是。不同意罢免的不出来，这个就是他最大的问题。那你要把这个量能推出来，说穿了就是钱。谢国良为什么可以上广告？家里开银行，讲白了就是这样啊。因为他现在不能募款嘛，对，大家就是很现实，只能拿老本出来，你党不下来挺，你其他议员资源不进来，可是马上其他议员就说我为什么资源要进来？像民进党现在连署，他的非选举时候，我的办公室加志工，台北市还好，助理比较多啊。你那种其他的县级的县议员，那可只有2个助理的。我家志工4个妈妈，6个人，你叫我生3000份，我要去哪里生出来？好，民进党已经在面对这个问题，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国民党的动员是什么？徐巧芯借了700个场地，他说他会办活动，真的会办，但10-20场，他的量能也就只有这样，10-20场，每场8个人，帮忙啊！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也很怀疑。所以现在国民党有点是无头马车，大家在各自跑。如果要是你讲说，那包括各友军的议员啊，这些能不能够同心同德的帮忙，这是一个议题。那巧芯有讲，他说黄国昌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他会帮忙啊。对，袁志那时候也有讲说，如果黄国昌愿意要站台的话，他会接受。袁志有他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会反对他的人一定都会出来走，他有心理准备，他会进第3阶。所以他的意思说，我要的就是所有可能还会支持反结合一切可结合的统一战线。他觉得是可以多拿出一些这样票，他已经不在乎那个仇恨值会不会，他觉得他的仇恨值。该仇恨他的都已经出来了，不会再加了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巧芯也讲，所以国民党确实有很多面临到被罢委员的想法是，黄国昌这支友军，对，看来是很有用的一支啊。对，这个就是陈医生讲嘛，能统战就赶快统战啊！这个所有的能够夹进来的都交朋友啊，不一样啊，要通通统战进来啊。好。那徐巧芯就放在直播里面放这样子的话出来，就是说，黄国昌会来帮我。他那意思就很明嘛，在那个比较亲黄国昌的节目里面去放这个消息出去，就是至少放这个话，黄国昌也不会否认嘛。毕竟还是同事，我可能说，我没讲这个话，我不会去救你，不可能。这样就是借光来了，这就是徐巧芯式借光法嘛。然后我相信费鸿泰最后面一定会来支持我这个徐巧芯式借光法。但重点是黄国昌现在玩的这些操作，比如说他的这个。人民要当家哈，接下来会有新主板，在这个天空潭，这个地方不大，我们时代力量曾经在那边办过造势，我们在新竹还有点实力，所以这边我们都塞得满。所以理论大概多少人？大概塞个1000人差不多了，1000人就非常挤了就是非常非常热闹。但是呢，你可以注意到哈，它这边有非常多的卡司都是国民党的，但是这是一个标准黄国昌式的场子，我就问柯美兰的、柯家人的，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民要当家开始之后，黄国昌从龙山寺开始之后，柯家人就飞拉出去了。这也难怪柯家人现在也要自己想办法做新闻嘛，比如说柯文哲尿肾结石啊什么的，血尿之类的，他们也需要探头出来。但是你会知道，很明显这个党已经被盘过去，他这个叫柯文哲系的。这个已经淡出了，现在就是黄国昌这些人是黄国昌，那你要盘的说，真的会有小草吗？还是来的是小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那当然了，这一场很明显要挺的啊，当然是郑任乾，因为在新竹是要去罢掉国民党的，不管你是邻近地区5个，就是足秒5个立委，全部都是国民党或泛国民党、泛蓝的，所以他这边是一个防守战，主要是要帮助防守郑任乾。但是他会真心帮助吗？帮助郑任乾能够帮得很用力吗？我这边补一个5年前的旧闻给各位啊。5年前选立委的时候，黄国昌的评语是绿的郑鸿辉炒地皮，蓝的郑任乾抄论文啊，这没什么好吵的。大家过去是有恩怨的，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可以找得出来呢？因为那本论文是我拿给黄国昌去拜读的，啊，这是他拜读之后的结论。啊，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很畅快的说，来，我来救你了，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各怀鬼胎啊。我黄国昌是想要把势力延伸过来嘛，不是说我有可能去选新竹吗？我就去。趁人之危，现在国民党内也有人去责怪郑任乾啊，为什么你都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声音？这个是你这个黄国昌一来你就黏上去，郑任乾要罢免你的李志杰老师，有那个其他的，像林世明就讲，那个是不是有贿选的争议？你为什么不去告？但郑任乾都没有处理。所以这种主动性、积极性靠来靠去的问题，我觉得虽然表面上大家一堂和气，可是这些议题很可能会变成后续的爆点。来，德宇，那个慧珠姐的事情我稍微补一下了哈，不要补刀了，没有，不要补刀了。好，那白没有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还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处理明显的好了。就是那个陈柏惟，因为陈柏惟是跟慧珠姐他们同台嘛，对不对？然后他今天我跟他今天有在聊这件事了哈。他说，因为他们是广告时间，他就已经有跟那个讲了，就是说这个广告时间是会直播出去的嘛。这个现在是这个大家都这样。那陈柏惟就说他其实是在跟旁边应该是于北辰将军，他们两个在聊那个徐小新的一个状况。那照理说啦哈，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嘛，那如果秦慧珠听到了，他可以不插话，他也可以不要搭话嘛，因为反正他又不是在陈柏惟又不是在跟这个慧珠姐聊，他是在跟北辰将军聊。结果那个秦慧珠就听到了，他就插进来，他就开始讲了，他说，那个这个费鸿泰出来选啊，也不见得会输给许淑华啊，然后就说徐小新以前啊，就是这个当议员的时候都没那么奇怪嘛，当了议员之后就越来越极端，什么比中只穿睡衣啊什么的啦哈，然后就说就慢慢的就走火入魔，他讲他原文是这样，那我是觉得比较好笑啦，我的意思是说，就说这个是陈柏惟是在跟别人搭话。那你知道广告时间这会录出去，然后你也可事实上，如果你是身为这个蓝营的，你也可以都不要插话，就他们讲他们聊他们的嘛，反正他们高兴聊。那可是你就故意去讲，叫你不要插刀，你还插得更用力，你意思说人家故意的。那我讲另外一件事啊，他就刚刚讲到就是在办活动嘛，对不对？我觉得国民党也很有趣的啊。就这礼拜六国民党有一场大场的，他选在桃园哦，桃园哇，这场不得了！我看所有的那个标题啊，是讲说这个跟当时在批朱立伦的赵少康战斗蓝这一次终于要跟朱立伦合体了哈。他们礼拜六合体要办在桃园，而且是办在杨梅了哈。那你看这个阵容一字排开，我觉得这个人还这个助讲的阵容林涛是主持人嘛，那有黄敬平啊，有一些议员哦。就你知道这个桃园，我们知道桃园被罢的蓝委有6个全垒打嘛，对不对？你觉得赵少康跟朱立伦这个礼拜六要合体，你知道桃园蓝委去了几个？不是6个都该去，一个，就是只有1个涂全集，对。为什么？对，坏，我也不知道啊，不是要冷处理吗？不，如果冷处理就不要在这里办这个大场了。是，没错。如果是冷处理，如果啊，这个如果可以近一点的话了哈，我给大家看环全渔民这个礼拜六下午3点在那个杨梅普星啦哈，真的啊，你看，而且是赵少康合体朱立伦哦，这么大的场面哦。因为板桥那一场是那个也是6个立委都到嘛，6个新北的立委都到，对啊。对，为什么？我不晓得，应该都去吧？没有，应该都去嘛，没有，就一个，这个就一个，确定了，你们广告都打出来，就一个涂全集啦。还是广告上没打，然后到时候大家都会到。
那又为什么？这也代表说啊，为什么广告不打嘛？对啊，这是奇怪，这想不通。而且上次你说那个板桥的那一场啊，6个立委都到，对不对？整个6个立委哦，只给他们几分钟，10分钟哎，不是1个人10分钟，是6个人10分钟哎。不过我就觉得。你不要再滑了啦，没有用啦，再滑也会脱口出来啦。你刚刚不是一个图全集啦。你刚刚不在打麻将吗？你别乱讲，对啊，5桶，你不要转移话题。你看啊，这我也是不理解啊。对，赵少康合体朱立伦，而且是桃园这么大的宣讲，结果你只来一个图全集。对，因为6个都面临到这些，对啊，因为有人应该是都会去啦，只是说那个他们不需要海报上没有列上他们，太怪了。因为上次板前那一场也是全都放啊，对啊。我补充一下，第一个给立委的时间太少，第二个这一次的大罢免其实不是蓝绿对决，但是国民党一下去就马上变成是蓝绿对决。为什么说不是蓝绿对决？如果是蓝绿对决，徐小新应该是最安全，因为那一区是台北市相对比较深蓝的地区，现在反而是徐小新最危险。为什么刚才秦慧珠会讲那些话？如果重选一次，费鸿泰是有可能会赢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是对徐小新不爽嘛。一样哦，现在你朱立伦、赵少康下去，本来对这些立委没有什么那么多恶感的人，反而是因为你朱立伦，反而是因为你赵少康，反而是因为你国民党跟这个傅昆萁种种的这些作为带到地方去了，我割都来不及了。很多的立委，尤其是桃园或者各地，都是由县市议员上来的，他们本来蓝绿的形象没有那么清楚的，国民党这样一办下去，我就鼓励国民党多办啊，国民党一下去办了，反而蓝绿对决对国民党是不利的。OK。对国民党是不利的。OK， 可是这整件事，小雨，其实我那时候在过程上讲，对国民党还有一个隐忧的不利的地方是，这次罢团的创意。尤其年轻人创，我偏向因为那个年轻人创意出来以后，他生活把它变成一个嘉年华型的。你知道，当它变成一个嘉年华或是一个年轻人看到的一个类似社会运动的时候，那个推波助澜的效果就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任何人能够挡，而那个效应上面来讲。那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我这几天看的是第3则什么？第3支那个罢团影片出来嘛？趁你还你看那个中间过程有多少？我们每次在讲1000岁的啦，那个什么会成功啦，什么类似这些，其实这是国民党最大的一个隐忧。对，尤其是如果它真的变成社会运动的时候，那才是最大的麻烦。第一支是倒垃圾嘛，就是算了吧。好，那第2支我最会。细致的黄先生，您的国破掉了。好，那第2了。你很想去拍？对，每日一字了哈。那今天第3支叫做趁你还可以了哈。那趁你还可以，他的这个诉求是说，就说因为现在第2阶段啊哈，你这个倒数当中，因为我们知道第2阶段的那个罢免联署是60天嘛，那事实上大概就是40天的时间，因为你还有10天到20天需要造册。那他就说倒数时间的。倒数中，所以你填写了吗？因为他们已经在倒数了，然后开始接下来就播一些，就是有比较亲共言论的人啦，有共谍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不再处理这些人的话，那可能也许台湾就会被这种认知作战，或是被这种统战哦给这个淹没。他们的道理是这样，那所以最后才在讲说哦，那个趁你现在还可以。我觉得哇，最后这句话确实是会蛮那个发人深省，而且会有点鸡皮疙瘩啦。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站起来反抗的话，也许台湾就会变成明日的香港，那香港就看起来就是现在完全没有民主自由嘛。好，那他这一支做出来的这个效果是这样。那必须讲了哈，就是说现在当然得罪了影视圈嘛，哈，就是因为这个21嘛，对，就说你拿的那个什么要饭的碗，乞丐说嘛，哈。那今天网友又很有创意啊，哈，就说一方面那个陈玉珍说放下你那个乞讨的碗，那网友就说放下你抄联署的笔。放下你抄联署的笔啊，这个就是一个对照啊。那我除了说罢团的创意一直无限之外，我觉得最近有几个蛮感人的故事啦。那昨天我看网络上在疯传是说罢免罗明才那一区啊，好就有一个女性的志工，她是拔萝卜的啦哈，那她就突然站出来，她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哈，他说就是罗明才的一些背景啊，就导致很多人去支持的时候，他都不敢站出来，所以他就率先把自己的帽子跟自己的口罩，就把他正脸就
视于人哦，就是整个就大家看得清楚他的长相。然后他就是要奉劝说如果连他都愿意站出来的话，他希望大家可以有这种免于恐惧，就是罢免的压力。其实不用讲他的例子啦，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就好。就是说我们自己身在大安区哦，我自己也有一些压力，因为我们大安区你知道就是很深蓝，对，你知道有时候我走在路上啊，我就看到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阿姨啊、叔叔伯伯，因为我们是那个文教区，我都很惊，他走过来哦，然后我就想说完了，他是不是要骂我？他是要骂我，但是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子对，然后你知道我就是连署书啊，哈，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讲说买啦，就是会很有压力，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得罪人的，尤其是长辈，你就知道这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即便我们那边就是很多叔叔伯伯阿姨他们已经都签了连署了，可是他们也都不敢公开讲，然后就会私下跟你讲说哦赞这样。好了，那我就说你更不用讲罗明才内区，所以影响你要5000份哦，加啪就啪啦，真的啦。我也补充一下，因为我这是几天前我去欧洲访问啊，那欧洲议会的邀请，结果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真的我下飞机前有一位空服员就跑到我旁边说：“我是你选区的，你们接下来要加油。”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觉得有点就是你看这位空服员，你不会。直觉的想象，他可能是绿营支持者或特定支持谁等等的，但是显然他对罢免是有想法，所以我说，刚其实五哥已经提到这社会运动这一块，我认为其实已经逐渐朝这个方向去走。你知道，我经常跟罢团我们都会联系，会了解。我可以很诚实的说，就是这些罢团，我也不认为他们就是直觉是我就是民进党深绿，我就是要挺你挺到底，不是。或者是反对国民党反到底，是真的看到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这些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极度的不满，认为说为什么什么都要挡，为什么什么都要砍，为什么好像国家不用往前走，不用运作了，然后结果导致他们起了这个政治的热衷，投入了罢免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到现在不了解了。你看国民党自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说这都是绿营在发动的，这你知道，因为你有这个思维，所以你完全低估了其实民怨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是刚绵哥也提到，为什么连蓝营的支持者都会打给他说，你们到底为什么在删除这些东西？为什么在删除这些东西？那好，你可以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媒体的效果？大家可能有一些曲解的，那是你们的认知，我觉得没有关系。但重点是，这个已经是跨越了，我觉得绿营群众的一个关注的幅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即便我们在大安文山区刚刚小玉姐提，我们是深蓝，其实刚刚提到松山信区，其实那不是深蓝，深蓝是我们的选区。大安文山区我们96个里没有任何一位民进党的里长然后结果导致他们起了这个政治的热衷，投入了罢免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到现在不了解了。你看国民党自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说这都是绿营在发动的，这你知道，因为你有这个思维，所以你完全低估了其实民怨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是刚绵哥也提到，为什么连蓝营的支持者都会打给他说，你们到底为什么在删除这些东西？为什么在删除这些东西？那好，你可以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媒体的效果？大家可能有一些曲解的，那是你们的认知，我觉得没有关系。但重点是，这个已经是跨越了，我觉得绿营群众的一个关注的幅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即便我们在大安文山区刚刚小玉姐提，我们是深蓝，其实刚刚提到松山信区，其实那不是深蓝，深蓝是我们的选区。大安文山区我们96个里没有任何一位民进党的里长96是0%真的0%一位都没有因为就算是民进党也要挂无党籍，但是连那跟大同区一样啊，大同区没有国民党的。我更坦白的说，即便是无党籍的只要你的立场跟国民党有出入的话，国民党会直接跟里长威胁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派人跟你选。这你知道这是事实，我说话据实的。第一个，第二个，你看我们在13席议员当中，大安文山区只有3席民进党加苗博雅所以我的本土派可能就4席。所以我说我们确实弱势，但即便在弱势的选区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看到罢团办的这些联署活动呢，都很多的群众参加，而且很多的就当然还要冲，但是很多的迹象跟数字都已经比当时大家的一个期待值甚至还更高了。OK， 所以我就说，
已经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了。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还认为说，尤其3大选区认为说，哎呀，我们就是靠着3大选区，我们靠着我们国民党的党徽，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话，那对不起，最终的结果你们大家可以预期啊。明显，你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个不会变成要去罢国民党，变成一个社会运动的感觉。刚讲到包括那些创意所有的出现，国民党要挡这个东西，刚讲除了降低仇恨值，不要让它进第3阶，第二阶不要进3阶，就算进3阶，投票上面怎么样让民众真的能够知道国民党一些立场跟想法，不会是被讲成说什么亲共或是什么预算3成那样，你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么多一些的问题？我等一下再来讲战术好了，大家讲说大家感受怎么样？我上个月搭飞机啊，华航的座舱长你也搭飞机。我看到你的看板哦，我祝你那个选区哦，你们要加油。你是搭到张志豪的飞机是不是？没有，他不开飞机很久了啦，都有嘛，各自支走都有，就代表台湾真的是分裂的社会，多元化，多元化。对啊，第一个。霸团很多年轻人，因为我也常跟他们同台嘛，他们确实非常有创意啊。我来看，我在学习他们的方式，这年轻人确实非常有创意。他们的选战的模式已经超越了政党，我觉得很棒了。之后，那我也在学习他们的一个模式，很有创意。那如何要把它，不要让他们变成一个运动，就是说超越同温层，我们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呐。那我们面临的确实我们战况很艰困呐。譬如说，除了霸团的晋级之外，还有一个民党，曾几何时，民党庞大的资源呢？你看顶礼拜在花莲那些舞台那么大 ，LED 跟大巨蛋的荧幕差不多，那舞台遐济，还有光剑，一场要多少钱啊？个300场加来，哇！差点骂脏话。执政党的怎么资源怎么那么多啊？如果啦，假设我的选区燕秀委员被罢免掉的话，代表我个人补选不利。我就是变战犯了。如果真的补选的话，我也不会参加立委补选。就如果我没有资格，我连自己的本命区都顾不了了，那代表我自己有问题，我是战犯啊。这段话说的铿锵有力，对着镜头再讲。是啊，对啊。如果燕秀委员被罢免掉的话，代表我补选不利啊，我就是战犯嘛，我也不会投入补选了。所以国民党必须每一席自己每一席不能掉，不是只有我而已，万安委员也是一样啊。万安委员如果燕秀，如果假设国民党在台北市每一个立委被罢掉的话，代表万安也补选不利，我觉得他也不用连任了啦。我说真的啦，就是这样，你就跛脚啦。所以对于说国民党上在策略上怎么做，你知道空战的部分当然要多澄清了。那现在就说罢免就是一个仇恨值嘛，所以它是累积仇恨值，所以包括现在很多负面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对副总召不利嘛。还有包括巧芯有相关的新闻出来，所以除了空战去澄清之外，我们现在开始走陆战，开始在走，包括我内湖南港，我们礼拜天也有办，所以现在陆战如何把自己的选票吹出来，这个要努力的空间啦。我觉得空战跟陆战，国民党确实是一个比较老旧的政党，如何该去奋起的时候，我觉得国民党当然要改变，要学习。包括向霸团学习，也要向民党学习不来，因为他们资源太庞大了。OK， 明显刚才讲到那个是不是有那个退此一步技无死所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国民党很多的霸团面临到罢免的委员，或是刚才讲到下面有这么多议员，有多少人愿意出来像明显一样直接告诉你，大家是绑成一团霸掌的。OK， 如果要是有一个人下，那表示所有的人，那大家在过程当中都不利，那所有的人都应该被检讨。国民党能够翻转像这样一些氛围吗？刚刚看到所有的相关的一些创意出来的时候，国民党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那对民党来讲的话，看起来300场如果一路加下去的话，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而整体包括亚亚事件的氛围，未来又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明天见，我们明天见，拜拜。